门生沉默许久，郑重道：“我瞧着您药不好。”魏无羡，门生再到前些日子，大家都知道您药不好。魏无羡摸摸下巴，突然觉得这门生的话还有点道理。门生欲言又止，再者。魏无羡问：“再者？”门生我瞧着韩光君下盘稳固，腰力应当是1顶1的好，您嫁过去以后小心些。魏无羡疑惑：“啊？”门生神秘道：“言尽于此，魏公子您尽力就好。”魏无羡，蓝忘机与温情告别时天色已晚，细细算来已是晚膳之时。这段日子他与魏无羡本就时时刻刻黏在一起，如今只分开一会儿，便觉空落落的。再者方才与温情商议之事太过沉重，心中又苦又酸，也不知是个什么滋味儿。关于金丹一事，温情因安定下来，再无杂事缠身，近些日子也研究了一番，还需借顾苏兰氏的藏书阁一用。两人商量过后，决定明日望羡二人出发时，温情也一同前往云深不知处。虽说此事算是暂时安置好了，可到底是蓝忘机背着魏无羡私下来问的，他又不会撒谎。魏无羡将此事瞒得严严实实的，肯定不会想他知道，如何解释又是一个难题。温情见传闻中向来稳重内敛的韩光君面上显而易见的情绪波动，感慨一番。今日一早听闻魏无羡那家伙在百凤山把人蓝二公子非打理了，他还嗤之以鼻，坚决不信来着。现下依旧嗤之以鼻，坚决不信。魏无羡如何？他心里门清，看上去风流成性，端得一番情场高手的模样，实际抬头呆脑，顾莫谁对他有意思都不知道，撩完就跑，概不负责。因此是哪个先动得手，温情心里也明镜似的。不过若魏无羡肯反抗，眼前这位也绝对得不到手。既如此，跟他们俩一起似乎是一种折磨。那边蓝忘机正待回去，他赶忙出声将他拦住：“等等，韩光君。”蓝忘机闻言停下脚步，转身问道：“温姑娘还有何事？”温情道：“明日你与魏无羡先走，我过几日再去拜访。”此举既打消了魏无羡的疑惑，又免得温情路上饱受辣眼之苦，可谓两全其美。蓝忘机不知温情别的心思，只当他是蕙质兰心，为自己与魏无羡着想，行礼道：“多谢温姑娘。”温情招招手，不谢。还未抵达莲花坞内，蓝忘机便被迎面而来的一股刺鼻气息熏得脚步一顿，原地伫立许久，才鼓起勇气迈进大门。不远处阵阵黑烟飘来，他皱眉，不知出了何事，辨认了方向，手在碧尘剑柄上一压，沉步向黑烟来处走去。离得越近，现象便越诡异。在场门生如往常一般巡逻站岗，练剑习武，偶尔路过一两间小屋，还能瞥见这几日代理江宗主处理事务的客卿。即便如此，蓝忘机沿途所遇之人，神色都颇为怪异，眼睛被烟熏得通红，严重些的已经涕泗横流，却似乎不觉自己受了多大委屈，向他投来的目光反而充满了同情。蓝忘机停住，心中已然将事情猜出个大概来。他扭头寻得一门生，行礼问：“可是魏婴？”门生惊了一下，点头哈腰：“对，是魏公子。”韩光君将此路走近，左转便是厨房。魏公子给您炖了莲藕排骨汤。说到此处，他吸吸鼻子，呛了一口，怕蓝忘机误以为他说谎，又急着解释：虽然闻着不像，但魏公子确实说过此乃莲藕排骨汤的。蓝忘机果然，他点点头，多谢，随即往厨房的方向走去。门生如蒙大赦，捏着鼻子溜了，边跑心中还边赞叹这韩光君那惊人的魄力，与以一人之力拯救整个莲花坞的大义。蓝忘机赶到厨房时，魏无羡已经花着一张脸，将满满一锅莲藕排骨汤炖好，正举着锅对着碗，思索着如何将这些汤一滴不落地倒入碗中。蓝忘机，他忙上前将锅接住：“我来，当心烫。”魏无羡本想自己搞定，转念一想，蓝忘机那日饭菜做得如此美味，想来于此道应当也是得心应手，而他也未曾见过蓝忘机贤良淑德的模样，借着机会见识一下也不错。最终被欣赏温婉居家蓝忘机的郁达望打败。魏无羡将手中的锅递过去，嘱咐道：“那你来，注意别烫着自己。”蓝忘机应了一声，双手接过锅，低头看去，莲藕排骨汤色泽暗沉，红得发黑，
锅内满满的排骨与零星的几块藕，在黑红的汤汁中荡漾着。蓝忘机，魏无羡扬起一张花脸，问怎么样？蓝忘机勉强挤出2个字：尚可。魏无羡自豪：那是当然，我进步可大了。蓝忘机有些不敢想这进步以前的模样，却收不住魏无羡亮晶晶的眼睛，问：你以前如何？魏无羡摇头不知。蓝忘机：不知。魏无羡感慨道：我活了将近20年，却仅仅下厨2次，第一次是听学前一晚，因也是第一次出远门，江叔叔和于夫人都在家，我寻思孝敬一下2位老人家。蓝忘机嘴角抽搐，他们如何评价？魏无羡摇头，失望到并未评价。